阿拉斯加的岸上行程价格都不便宜，一个人230元含午餐，全程8个小时，搭乘巴士和火车双体验，探索加拿大育空神秘的戴朗代克河淘金路线，值得吗？因为太冷、太饿、太累了，可怜的马儿不是冷死、饿死，就是累死，或是干脆跳下这个山谷里自杀死。那根据官方统计呢，有超过3000只的马匹死在这山谷里。巴士导游带领我们在这里午餐，但是网络上一面倒，他们说那个回到镇上，我们再来逛逛这个过去曾经被加拿大皇家警察形容为那是一个比地狱稍微好一点的鬼地方。到底是有多鬼啊？跟着我一起来看看。搭邮轮的好处就是早上睡醒来又到达了另一个目的地，完全不浪费时间。那航行的第4天，我们准时抵达淘金小镇 Skyway。一下船后，我们就无缝接轨的被引导上巴士。这位青春活泼又可爱的小妹妹是我们的巴士司机兼导游。小小年纪竟然可以全程边开车边解说，甚至还讲笑话、说故事，娱乐乘客，实在太佩服她了。我们是向邮轮公司购买的行程，那原本以为全程都是搭乘火车，上车之后才被告知，事先搭乘巴士开往 White Pass， 经由育空地区的康代公路抵达加拿大的 Carcross， 享用我们的午餐。回程时到了 Fraser 才会转搭怀旧的窄轨景观火车，游走在山谷间，最终回到 Skyway， 也就是整趟旅程只有回程的1.5小时是搭乘火车。那来到史凯威呢，当然就是要身临其境，搭乘巴士和火车来体验100多年前的人们为了黄金翻山越岭的淘金心路历程。那接下来就利用巴士前往育空的路上，一边欣赏风景呢，边让我来分享他们的淘金传奇故事。故事里的男主是120年前最早来史凯威定居的外来客威廉·莫尔，他也是一位地质学家，在淘金的先锋里早已经赚得盆满钵满。那威廉先生坚决地相信，从阿拉斯加到加拿大这条山脉里还深藏着丰富的黄金，因此他就和儿子画地为王，盖了一个大庄园跟码头。有远见的他早已经看到了未来淘金客的涌入，果真如此。在1897年开始了克朗代克河和育空的淘金热，万人涌入了平时人烟稀少的史凯威，改变了这里的一切。有钱能使鬼推磨，地狱也阻止不了这些疯狂的淘金客涌入。挖到黄金一夜致富的男人们，难免不了到酒吧里买醉风花雪月。在哪个酒吧呢？就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Red Onion Saloon 红洋葱沙龙。那听说当时的美女是以体重来计价，也就是体重1磅换1克的黄金。那像杨贵妃那样的尤物肯定是大红牌。在这种环境下，争风吃醋、枪械斗狠、抢劫打杀、奸淫掳掠已经不足为奇了，因此才会被称为比地狱稍微好一点点的鬼地方。而威廉先生毕竟只是个生意人，他完全忽略了自然生态法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人们追求一夜致富的疯狂，让他的庄园失守，大浪淘沙。在一片饿狼群里，最终还是命丧九泉，枪杆子才是王道。故事说到这里，那巴士也开了2个小时，进入了加拿大育空。那关于边境检查，我们不需要下车，只留在车上的原座位，举起护照给边境人员瞄一下而已。此外，搭巴士的好处就是进入育空之后呢，会有几个下车拍照停留的景点，而这也是搭 White Pass 火车所没有的。
继续，我们来到了另一个景点 Emerald Lake。眼前这个透着荧光绿的翡翠湖呢，颜色绝对不是唬人的。由于来自山上的石灰岩经过雪水的冲刷，造就了这一个高碳酸钙的低氧潜水湖。而这荧光绿光环是来自于贝壳跟粘土的沉淀，在湖底构成了白色的泥灰岩，而这泥灰岩再透过光线的反射，就形成我们眼前所看到的梦幻翡翠湖。大约中午1点左右，我们抵达这个专门为邮轮旅客所开立的餐厅，看起来也好像是附近唯一的餐厅。吃饭喽！但网络上一面倒，听说这烤鸡肉，听说这个那个干难吃的，也是要吃。其实也没有传说中那么难吃。那除了2块鸡肉、1个甜甜圈、沙拉、马铃薯以外呢，还附赠1罐饮料，还有咖啡让你喝到饱。除了餐厅以外呢，还有号称是博物馆的礼品店。那后面可以体验淘金的乐趣，小小动物区也可以选择乘坐阿拉斯加犬的狗拉雪橇。那因为7、8月份太热了，完全不见雪的踪迹，所以原定的狗拉雪橇就放弃了，这是有点遗憾。用餐过后，我们被带到 Carcross Bannock 湖边的一个相当有历史的杂货店里买冰淇淋。店里琳琅满目，商品虽然都是以加币来标价呢，但在这里美金和加币是等值1比1，所以如果用美金来买贵重的纪念品，非常划不来。在这小镇最吸睛的莫过于这栋楼房，我看了半天才知道这是当年的妓院。脱落的招牌，斑驳的外墙，仍旧难言淘金年代的风光。如今这么荒凉的小镇，居民却只剩下300人不到。除了邮轮观光客，我怀疑有人会来吗？让我们来猜猜看，为什么这里叫做 Carcross？ 是因为很多车辆穿越十字路口 Car Across 的意思吗？错，不是车辆。那正确答案是驯鹿穿越十字路口。因为当时常会有一大群的驯鹿迁徙穿越这 Bannock Lake 浅滩的壮观画面，于是就用 Caribou 跟 Across 2个字，驯鹿十字路口组合成 Carcross 这个地名。但100年后的这一天，因为生态的破坏，我却很难找到驯鹿的身影。Anything else? Oh, everyone, look to your. Slowly go past it. We don't want to watch this truck for too long, but I'll go past so everyone can. That's okay. Gotta have proof. Yep, she's taking a video, so I'm good. I 这整趟的巴士犹豫空就在我们抵达 Fraser 结束了。来回顾一下，我们总共停留了4站，那其中包括 Bannock Lake 御空的标志牌， Carcross 享用午餐烧烤鸡， Carcross 吃冰淇淋，最后在 Fraser 下巴士上火车。在这里温馨提醒一下，如果您选择的是3个小时的全火车行程，放弃御空，那么您将失去下车拍照的机会，因为火车全程是不让乘客下车的。还有很重要，为了捕捉更美好的镜头，若是搭乘火车上山，最好选择左边，那下山回程最好选择右边的座位。记住口诀：左上右下。
这条拥有100多年历史的淘金铁路呢，是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和加拿大育空的边界，全长110英里，由35000人历经2年多，在1900年的夏天完工，花费了1000万美元，成为当年的西半球最北方的铁路。这一伟大的建筑，当时也和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并驾齐驱。然而，就在铁路完工2年后，随着淘金热的退潮，在1982年曾经被停驶，直到1988年阿拉斯加观光业的兴起，才转行成为专载游客的世界风景小火车。整个旅程，火车会穿越2个山洞。那出了隧道后呢，整列火车会游走在悬崖边，最高还有1000英尺的高度。不难想象，当时的工人为了凿穿隧道呢，在冰天雪地的悬崖峭壁上，一个个的把命挂在裤腰带来完成这条铁路。当时不只是铁路工人辛苦，那还有淘金者也是搏命演出。在淘金的年代，因为无法阻止人们一夜致富的梦想，10几万人前仆后继，只有3万人到达目的地，但却只有4000多人真正找到黄金。对于这个只有4% 成功率的生存游戏呢，政府在当时有一个规定，也就是上山出发前一定要带上至少1年份的食物和必需品，并且会在每一个上山的关口设立检查站，来减少救灾的风险。眼前这个山谷就是所谓的死马峡谷。这险峻的地形、恶劣的气候，还要背负1年的家当和粮食，淘金者只能利用马匹在山口之间翻山越岭，来回好几趟。那因为太冷、太饿、太累，可怜的马儿不是冷死、饿死，就是累死，或是干脆跳下这个山谷里自杀死。那根据官方统计，有超过3000只的马匹死在这个山谷里，至今还有很多他们的骨骸散落在这死马峡谷底。他们是我在火车上认识的新朋友，那沿路我们一起赞叹这铁路的鬼斧神工，也相互提醒不容错过的镜头取景。对于我拿着这隐形自拍杆的非常的好奇，也迫不及待想看影片的效果。那在此谢谢他们订阅我的频道。下了火车，我们很随性的在镇上逛逛。那根据官方统计，这里的常住居民只有800多人，夏天会有3000多个外来临时工，而每年到了夏天这时候呢，却要接待来自全世界超过上百万的游客。冬天邮轮不靠港，这里会像个死城。小镇还刻意原汁原味地保存着淘金时代的主要街道 Broadway， 例如这栋所谓的北极兄弟会馆 Arctic Brotherhood，
外墙是由8000片的百年浮木拼凑装饰而成。那当年是淘金探险者的会馆，而如今已经变成了游客中心。再来看看这栋看似不起眼的北方黄金饭店 Golden North Hotel， 它是阿拉斯加号称最古老的饭店，从1898年至今还是生意兴隆，屹立不摇。另一栋是当年红极一时的风月场所 Red Onion Saloon 红洋葱沙龙，现在楼下是餐馆酒吧，楼上改成妓院博物馆。也许你不信，当年的妓女院呢，如今竟然被列为国家级的历史建筑物。来总结一下，史凯威真的很小，所以如果你喜欢充实的行程，还是建议一定要购买岸上行程，不然一定会很无聊。至于230元的火车巴士值不值得买？没错，是贵了一点，但阿拉斯加的岸上行程每个都贵，所以只要你喜欢，就会觉得每一分钱都值得。傍晚7点多，我们舍弃巴士，选择走路回港口，来细细品味这个历尽100年沧桑、潮起潮落的小镇，感叹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被历史潮水冲得无影无踪。今尽人去，山水依旧，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